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万物智慧，我是李仁邦。咱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可以说每一个字都沉甸甸的。很多华人朋友手里攥着绿卡，心里却七上八下的，觉得不稳当，想咬牙入籍吧，又怕以后回国麻烦，更怕被美国的税务缠上身。今天，李仁邦就在万物智慧这里，让你清清楚楚地看到，这道关乎身家的选择题，到底怎么选才算不亏。前几天，我很久的朋友给我发信息，就叫他阿豪，绿卡拿到手已经整整8年了。今年过年，他回了趟国，陪年迈的父母。可问题就出在他回美国的这一天，他落地洛杉矶机场，像过去无数次一样，戴着耳机，推着行李，轻松自然地走向那个熟悉的绿卡持有人通道。他心里琢磨着，我有绿卡，这不就跟自己回家一样吗？刷个脸，递个卡，不就进去了吗？大错特错，官员在电脑上噼里啪啦敲了一阵，没给他盖章，而是面无表情地指了指旁边的房间，说了句：先生，请跟我来。阿豪被带进了那个传说中的2次检查室，不是他行李里带了什么不该带的，也不是他离开美国的时间太长了，理由竟然是他5年前一次小小的酒驾记录。虽然最后阿豪还是被放了出来，但他事后给我发语音消息的时候，那个声音都在发抖。他说，我明明有绿卡啊，为什么他们还能像审问一个陌生人一样审问我？今天李仁邦必须在这里给大家纠正一个要命的认知误区，你千万别以为那张绿卡拿到手，你就真的成了这个国家自己人了，这完全是两码事。为什么阿豪在美国住了8年，只不过回趟国再回来，就要被翻5年前的旧账？这里头涉及一个移民局绝对不会主动告诉你的法律概念，叫做寻求再入境。大家一定要把耳朵竖起来，这真的是知识盲区，但也是生死线。根据美国移民法，一般情况下，绿卡持有者短期出国后回来，被视为居民返美，不算新入境者。但是，重点来了，如果你触发了以下几条红线中的任何一条，你在海关官员眼里，瞬间就从回家的老租客，变成了刚下飞机需要从头审查的新申请人。第一，你离境时间超过180天；第二，你在海外有违法行为；第三，你在美国境内有特定类型的犯罪记录。一旦你被划入寻求再入境这个范畴，海关就有权像审查一次申请签证的人一样，重新彻底的审查你的所有背景和资格。以前政策宽松的时候，海关可能觉得你这点小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可一旦到了政策收紧、风声鹤唳的时期，移民官员的考核指标可能就是找出了多少问题。你那张绿卡在太平年月是通行证，到了动荡时期，它就可能变成一张随时会被质疑、被挑战的暂住证。很多朋友在拿到绿卡那天，欢天喜地发个朋友圈，觉得人生从此上岸，可以高枕无忧了。今天，我李仁邦不怕得罪人，必须给有这种想法的朋友泼一盆彻骨的冷水。绿卡根本不是上岸，绿卡只是你从一个管理相对宽松的学校，转到了一个规矩更严、教导主任盯得更死的学校而已。相比起美国公民，绿卡持有者其实一直戴着一副隐形的手铐，平时风平浪静，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可一旦你不小心踩中了下面这3个雷区，这副手铐咔嚓一声就会显现出来，把你铐得死死的。第一个雷区就是离境太久，居住意图不明，这是目前我们华人圈子里最大的隐形炸弹。很多人因为国内的事业放不下，或者父母需要照顾，就当起了空中飞人。他们心里还琢磨着一个小99，美国法律不是说离境不能超过1年吗？那我每5个月飞回来一次，住上1个礼拜再走，这样是不是就完美规避了规定？大错特错，朋友，移民局和海关查的不仅仅是你护照上的出入境戳，他们更看重的是你的居住意图。如果你回来美国只是像上班打卡一样，单纯为了保住身份而住几天，这种行为在移民官眼里叫做蜻蜓点水，他们会认定你只是把美国当成了一个随时可以来度假的旅馆，而不是你真心安家立业、扎根生活的地方。一旦形成这个判断，取消你绿卡的风险就会急剧升高。第2个雷区是犯罪记录，哪怕是轻罪，这一点是绿卡身份和公民身份最本质、最残酷的区别。一个美国公民，哪怕他犯了重罪去坐牢，刑满释放后，他依然是美国公民，
这点不会改变。而一个绿卡持有者，可能只是一次不清醒的酒驾，一次夫妻吵架时没控制住动了手，你就可能面临驱逐出境的程序，10几年的努力化为乌有。这里我尤其要提醒大家2个我们华人社群最容易忽略，也最容易栽进去的大坑。第一个坑是家庭暴力。在国内，2口子吵架动手，可能被看作是家务事，警察来了也多以调解为主，但在美国，这是性质严重的刑事犯罪。只要邻居报警，警察到场后通常会先行逮捕一方，一旦留下了家暴的案底，它就会像一颗定时炸弹，在你未来更新绿卡、申请入籍时突然爆炸，导致申请被拒，严重的直接启动遣返程序。更可怕的是，在美国，这类案件一旦启动，很多时候就不是当事人说一句我们和好了，我不告了就能撤销的，检察官依然可以代表政府起诉你，千万别拿这个开玩笑。第2个巨坑是大麻问题。我知道现在好些州，比如加州，大麻合法化了，对吧？那作为绿卡持有者，你能跟住抽吗？公民可以，但你不行。为什么？因为移民法是联邦法，在联邦层面，大麻至今仍然是明确的违禁品。第3个雷区叫做滥用公共福利。大家还记得前几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公共负担新规吗？虽然现在有所放松，但政策就像钟摆，随时可能又摆回去。很多老人家刚刚拿到绿卡，就被一些不负责任的人带去申请政府医疗白卡，申请免费的老年公寓，领取粮食券。那些人还告诉你，这是美国的福利，不领白不领。今天，我李仁邦在万物智慧告诉你一句大实话，天下从来没有白吃的午餐。如果你是通过子女亲属移民过来的，你的担保人是签过一份叫 I-864 的经济担保书的，那上面白纸黑字承诺了政府，他会负责你的生活开支，不让你成为社会的负担。结果你一落地，转头就去申请各种需要经济审查的政府福利，这不等于是打移民局的脸，证明当初的担保可能不实吗？这会给你未来的身份带来极大的隐患。好了，说完了绿卡的这些风险和限制，咱们再来看看，如果选择入籍成为公民，到底能获得什么？很多人一提到入籍的好处，就只能想到那一张选票。我告诉你，格局小了，那张选票其实是入籍所带来的最不值钱的功能。真正的硬通货是下面这3个能帮你省下几十万、上百万美金，甚至能在关键时刻救你于水火的隐藏福利。尤其是的一条，对于我们注重家庭亲情的华人来说，简直是无法抗拒的诱惑。第1个福利叫做全家拔萝卜，一人得道，全家急速上岸。这是入籍最大、最直接、最看得见、摸得着的红利，没有之一。很多朋友不清楚，绿卡持有者和美国公民在为家人申请身份时，待遇的差别简直是天壤之别，一个是高铁，一个是牛车。我来给你算笔经济账，如果你只是绿卡，很抱歉，你根本没有资格申请你的父母移民美国，你只能眼巴巴地等着。你想把年迈的父母接来身边养老，唯一的办法就是你先把自己熬成公民，而一旦你成了公民，父母作为你的直系亲属，移民申请是没有排期的，没有排期，没有排期。重要的事情说3遍，真实的操作流程，从你递交申请开始，快则6到9个月，你的父母就能拿着绿卡踏上美国的土地。再说配偶，绿卡为配偶申请，虽然现在有排期较短的时候，但历史上动辄排期2-3年是常态。夫妻长期分居两地的苦，谁受谁知道。而公民为配偶申请，同样是直系亲属，无排期，快速拿卡，这对家庭的稳定和幸福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第2个隐藏福利是解锁联邦铁饭碗，职业天花板从此被打破。如果你家里有孩子正在读大学，或者你自己就是从事高科技、敏感技术行业的精英，这一条你必须竖起耳朵听。在美国，有大量高薪、稳定、福利优厚的工作岗位，是设有严格的公民身份门槛的。绿卡持有者，你可以去谷歌、脸书、苹果这些私营巨头工作，这没问题。但是那些涉及国家安全、核心科技、外交事务的岗位呢？比如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国防部及其承包商、联邦调查局 FBI、国务院外交系统等等，这些核心部门的关键职位，绝大多数只对美国公民开放。
这不仅仅是工资高低的问题，这关系到你整个职业生涯的天花板在哪里。所以，为了你自己，或者为了你下一代能有更广阔的职业选择，这本美国护照就是一块最硬的敲门砖。第三个福利是全球领事保护权，乱世中的诺亚方舟。这一点在和平年代大家可能感觉不明显，但在当今这个国际局势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它的价值就凸显出来了。这不仅仅是一本免签国多的旅行证件，它更是美国政府对其公民的一份背书和保护承诺。对于那些需要在全球各地飞来飞去谈生意的企业家、高管来说，这本护照不仅意味着通关的便利，更意味着在发生战乱、动荡、自然灾害等极端情况时，你能获得最优先的撤离和保护。这种深入骨髓的安全感是多少钱都难以买到的。不过，听我说了这么多入籍的好处，你可千万别脑袋一热就冲去宣誓。入籍这件事同样伴随着3大紧箍咒，如果你受不了，千万别碰。李仁邦这盆冷水现在就得泼下来了。听我一句劝，冷静。一旦你宣誓成为美国公民，根据中国国籍法，你就自动丧失了中国国籍。这就意味着你给自己套上了3个可能极其难受的紧箍咒。如果你在国内还有庞大的资产、蒸蒸日上的生意，或者需要频繁往返中美，这3条可能会让你痛不欲生。第一个紧箍咒是回国变成外国人，手续繁琐到让你崩溃。入籍前，你回中国叫回国回家；入籍后，你回中国叫外国人入境。这中间的差别能活生生把你折腾掉半层皮。以前，你买张机票，拿着中国护照和绿卡就能飞。现在，你得提前规划，跑到中国驻美使领馆去排队申请签证。虽然现在有10年多次往返签证，但每次在中国境内停留的时间是有限制的，通常是60天，最多延期到180天。这对于需要长期在国内处理生意或照顾家人的人来说，是个非常现实的麻烦。更麻烦的还在后面。现在中国海关和公安系统联网，你持美国护照入境时，海关很可能会留意到你的原中国公民身份，并可能要求你按规定去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办理户籍注销手续。户口一旦被注销，你在国内的社会性身份就相当于被暂停了，你的身份证会失效，坐高铁无法自助取票，很多普通的酒店无法入住，你名下的银行卡、手机号、股票账户可能被冻结或限制，银行会要求你更新身份信息，一旦更新为外国护照，每日转账限额可能骤降，连我们每天都离不开的微信支付、支付宝实名认证都会出问题，想发个红包、打个车都变得困难重重。很多在国内有房产的老板最头疼，你想卖掉国内的房子，房产证上写的是你以前的中文姓名和身份证号，可现在你是一个拿着美国护照的外国人，房管局会要求你证明原中国身份的你和现在美国身份的你是同一个人，这就需要你在美国做公证，然后送到中国领事馆去做认证，这套流程跑下来，腿都能跑细，而且一些年代久远的记录根本解释不清，卖房大计可能就此搁浅。第二个紧箍咒是全球追税，资产无处遁形。绿卡持有者虽然也需要向美国申报全球收入，但如果你不常住在美国，还有一些税务规划的空间和灰色地带。可一旦你成为了美国公民，你就彻底暴露在美国国税局的全球火力覆盖网之下了。美国是全世界极少数实行基于公民身份全球止税的国家之一，这意味着不管你这辈子住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不管你的钱是在中国赚的，在欧洲赚的，还是在任何其他地方赚的，只要你还是美国公民，你就有义务向美国政府申报，并可能为此缴税。别以为你在中国的银行存款，美国不知道。现在国际间的金融账户信息交换已经非常透明，如果你所有海外金融账户的总额在任何时间点超过了1万美元，你都需要申报。更厉害的是，如果你在中国卖掉一套房子，赚了500万人民币，这笔钱在中国可能因为是唯一住房而免税，但在美国税法下，这叫资本利得， IRS 会理直气壮地伸出手向你止税。到那时，你可真是两头不讨好，左右为难。第三个紧箍咒是放弃容易，恢复中国国籍难于登天，这是最后一条，也是最具有劝退效果的理由。经常有人心存侥幸地问我，
仁邦哥，我先入籍，把父母快速接过来，等父母安顿好了，过2年我再退出美国国籍，恢复中国国籍，这样操作行不行？李仁邦今天告诉你，理论上，中国法律允许曾拥有中国国籍的外国人申请恢复国籍，但实操上，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这条路几乎等于被堵死了。恢复中国国籍的申请条件极其严苛，审批权限很高，流程极长，且充满不确定性。除非你是国家急需的顶尖科学家，有特殊贡献的杰出人才，或者有极其特殊、令人信服的理由，否则对于绝大多数为了家庭团聚、工作、生活便利而入籍的普通人来说，放弃了就是放弃了。你再想变回那个拥有18位身份证号码，在中国社会体系里畅通无阻的公民，基本上是痴人说梦。这个决定必须慎之又慎。那么，到底该怎么选？李仁邦给你一些实在的建议。如果你的情况符合下面这几类，那我劝你别再犹豫，尽早准备填写 N400 表格，申请入籍。那本美国护照就是你当前最需要的救命稻草。第一，你有年迈或多病的父母在中国，且你必须将他们接来美国亲自照料养老。这是硬指标，时间不等人，父母的健康和绿卡漫长的排期，你哪个都等不起，唯有公民身份能让你迅速尽孝。第二，你是工作需要常年全球飞的空中飞人，或者公司长期派驻你在海外分公司。如果你拿着绿卡，却1年也回不了美国几次，你就是在玩火，随时可能因放弃居住意图而被挑战身份。只有公民身份才能让你想走就走，想回就回，彻底没有后顾之忧。第三，你过去有一些轻微的违法记录，虽然当时了结了，但在政策收紧时期，这些都是绿卡身份下的不定时炸弹。入籍过程虽然也会审查，但一旦你通过审查，完成宣誓，就等于获得了一次终极赦免。过去那些小瑕疵将不再能威胁你留在美国的权利，相当于彻底洗白上岸。反过来，如果你的情况是下面这样的，那我劝你一定要稳住，哪怕外面政策风声再紧，只要你严守规矩，死守绿卡，可能才是对你最有利的最优解。第一，你事业和生意的根基，大本营在中国，你是公司的法人代表，公司的贷款、重要的合同、核心的资产都系于你一身。一旦入籍变更为外国身份，后续所有法律文件、产权变更、公司性质认定等手续会繁琐到让你崩溃，甚至可能触及一些行业的外资准入限制。第二，你需要非常频繁地返回中国，比如每2-3个月就要飞一趟，去照顾生病的长辈，打理国内的资产，处理公司业务。这种情况下，每次回中国都要申请签证，以及签证赋予的有限停留期，会成为你生活中的巨大折磨，让你的行程充满不确定性。第三，你是资产遍布全球的隐形富豪，税务规划对你至关重要。只要你是绿卡，你还是可以通过精密规划居住时间，或者在离岸公司架构上做文章，来达到一定的税务优化目的。这方面的操作空间，相比于公民身份，还是要大一些的。选好了吗？选好了也先别急着掉以轻心。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没有什么是绝对安全的。李仁邦最后送给你们2个锦囊，关键时刻或许能保你身份平安。第一个锦囊是给决定坚守绿卡的朋友的护身符，回美证，俗称白皮书。这是什么？简单说，就是移民局发给你的一张请假条。怎么用？如果你因为生意、家庭照顾等重大原因，不得不离开美国超过1年，千万别硬闯。你必须在你人还在美国境内的时候，提前向移民局提交 I-131 表格申请回美证，按完指模后再离境。第二个锦囊是给决定迈出入籍那一步的朋友的止损药，资产前置处理。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在你宣誓成为美国公民之前，尽可能的把你在中国的资产和法律关系做一个清晰的梳理和了断。具体怎么做？比如考虑将国内的房产在入籍前过户给信赖的直系亲属，将银行账户、证券账户、支付宝、微信支付等实名账户提前处理好。最重要的一点，花点钱去咨询一个真正精通中美2国税法的注册会计师，做一次全面的税务规划，哪怕花上几百上千美金的咨询费，也远比你入籍后因为不懂规则被 IRS 罚款几万、几十万美金要划算得多。
入籍宣誓那一天，是你税务身份一个决定性的分水岭，千万不要裸奔过去。最后，我再像个老大哥一样啰嗦几句，下面这3点，你死都要给我记在手机备忘录里，时不时拿出来看看。第一，绿卡不是免死金牌，别以为有了它就能高枕无忧。牢记，离境别轻易超过半年，别碰大麻，远离家暴纠纷，谨慎对待公共福利。这3条是高压线，谁心存侥幸去碰，谁就可能付出惨重代价。第二，入籍是把锋利的双刃剑，你想要全家急速团聚，想要顶级的职业发展机会，想要最强有力的海外保护，那你就勇敢地去争取这本护照。但如果你的事业根基、资产重心和主要生活圈都在中国，需要频繁往返，那你死守绿卡反而是更灵活、更从容的选择。第三，千万不要当鸵鸟，不管是觉得自己需要申请回美证，还是需要做入籍前的税务规划，一定要提前行动，未雨绸缪，在海外漂泊打拼。咱们华人真的太不容易了，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要面对变幻莫测的移民政策和国际形势。我们就像一群在暴风雨中努力筑巢、相互依偎的鸟儿。我做万物智慧这个频道，每天熬更守夜的研究法条，分析案例，不是为了吓唬大家，制造焦虑，恰恰是因为我深知，在移民这条漫长而崎岖的路上，信息差就是最贵的成本，甚至是一条看不见的生命线。一个你不知道的法律细节，一个你误解的移民概念，可能就会让一个家庭10几年甚至几10年的辛勤努力，一夜之间化为泡影，让亲人隔海相望，不得团圆。所以我恳请大家，不要把今天听到的这些钱货只默默藏在自己心里。如果你的朋友圈里有正在为如何保住绿卡而发愁的朋友，请你把这期内容分享给他们。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转发，这很可能是在真正的帮助一个人，甚至挽救一个家庭。你的一次随手分享，可能帮他避开了一次在机场被扣留的厄运，更可能帮他和他的家人更快地实现团圆梦。在海外，咱们华人互相提点，帮助同胞避开那些前人踩过的坑，就是咱们能积攒的最好的人品和福报。当我们每个人都能不仅为自己盘算，也愿意伸出手拉身边迷茫的同胞一把的时候，咱们整个华人群体在海外的路才会越走越踏实，越走越宽广，越走越有底气。如果你觉得李仁邦今天说的这些话确实帮你理清了一点头绪，避开了哪怕只是一个潜在的小坑，那就请你动动发财的手，给我们点个赞，订阅万物智慧。更重要的是，在评论区里留下接好运3个字，让我们用真实的经历和时间点，在评论区共同搭建起一个属于我们华人自己的信息互助平台。我是李仁邦，我们下期再见。